那我们继续 ins 平台快速起号这个系列。今天讲的第3节，多号批量自动发帖。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中讲过了定时发帖这个功能，它必须为每一个 ins 账号单独设置帖子素材，而且每一个帖子必须都得单独设置发布的时间计划。那我们今天讲的多号批量自动发帖，它不需要为每一个账号单独设置帖子素材，而且它支持的帖子内容设置更加灵活。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将给大家介绍多号批量自动发帖的6个步骤。我们先讲第一个步骤，检测账号的登录状态。我们在账号管理界面中，比如说这5个账号，如果说我们的 ins 账号太久时间没有去使用了，那我们要先右键菜单，然后选择更新选中的账号详情，来检测一下账号是否被登出。那么可以看到这5个账号的登录状态都是正常的。如果说有些时候账号被登出，它的登录状态会显示是未登录，或者会显示登录失败，然后它会相应的给出这个账号的失败提示，比如说被登出。我们可以在浏览器当中登录，然后保存这个登录状态就可以了。或者说直接右键菜单，选择重新登录就可以自动登录。那我们把这5个账号选中，复制账号名称，复制到多号批量中的原账号列表中。接下来呢，准备一下帖子的素材。我们默认的多号批量界面当中的帖子素材，一般是放在这个目录下面，然后点击进去。好，帖子素材默认放在这里。那我这边的帖子素材已经准备好了。关于帖子素材如何整理，兄弟们可以翻到上一个视频观看。然后我们在准备帖子素材的时候，如果说一个帖子含有多个图片，那我们要把它都拷贝进去。比如说，这是第1个图片，对吧？这是第2个、第3个图片。那有些是短视频，短视频的封面也必须拷贝进来。这些帖子素材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夹路径复制到多号批量界面的帖子目录框中。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帖子的标题内容。帖子的标题内容和这个私信内容放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今后会讲到批量私信。那我们首先介绍这里的部分系统标签，它们是代表什么意思？帖子或私信内容支持 Spintex 格式。Spintex 这个语法比较简单，就是头尾使用大括号给括起来，那中间的内容跟内容之间使用这个符号做分隔。那它的意思呢，是软件在调用这个内容的时候，随机抽取这几个内容中的一个。那我们软件支持的 Spintex 格式更加灵活，它可以支持嵌套。比方我把这个剪切过来，替换掉这个内容2，它可以嵌套进行使用。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灵活的。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个标签，是 text 系统标签。比如说我 text 标签复制到这里来，那这个标签的意思呢？它是使用这个帖子素材中的文本文件里的内容。比如说这个内容，它在发帖的时候，这个系统标签的位置就使用这段内容进行替换。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个帖子共用的一段内容。那如果你不使用这个系统标签的情况下，那它发帖后的帖子内容就单单使用下面的这些部分。那如果我就写一个 text 标签，那帖子内容就直接调用这里的每一个帖子素材里的文本文件中的内容。这种组合就很灵活。那比如说，我这边帮大家写好的这段内容复制进去，它这个 text 系统标签是调用每个帖子的文本文件中的内容。这部分是每个帖子共用的部分。接下来就是话题标签，我们使用 Spin Text 格式，随机调用这里头3段当中的一段话题标签。这个是用来分隔的。那我们把这个复制进去。接下来我们讲下一个步骤，发帖的参数设置。我们在使用多号批量自动发帖的功能时，需要设置哪一些参数？第一个是我们帖子素材目录的路径，我们刚才已经设置好了。这个智能选项需要勾选上，勾选上代表发帖使用的是这里的内容。然后这里代表每一个 ins 账号，它一次发几个帖子。比如说设置发2个帖子，每个帖子之间的时间间隔，比如说默认是30秒。那我这边为了快点，我设置20秒，我们也可以设置几分钟，比如说120秒，那就是2分钟嘛。那我这边先设置20秒。第二个参数呢，这个今后会用到，这里默认写10或10以下都可以。这个参数勾上，代表循环使用原账号。第一个账号发完，发第二个账号，一直发到结束，然后再循环一遍这些账号，一直循环。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勾选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帖子内容，我们已经设置好了。然后我们讲下一个步骤，自动切换 IP 的模块。那我们如果是发普通的帖子，帖子内容再带上话题标签，这叫普通的帖子。普通帖子内容中不带有任何的提及或是标记其他用户。那发布这种帖子的话，10个账号共用一个 IP， 那都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这里的原账号比较多，或者说小号比较多，比如几百个小号，那我们一般5个账号到10个账号换一个 IP 就可以了。那如果要想使用 IP 自动切换的功能，我们把它启用勾选上，然后这个 VPN 软件的根目录，我们使用的是这个软件，用这个梯子软件。梯子软件跟目录一定要复制到这边来。复制之后，你可以点击保存，
保存多个梯子软件的根目录后，下次要使用哪个梯子的根目录，我们直接在这个下拉表当中选择就可以了。要使用自动切换 IP 的功能，首先要保证梯子软件要打开，然后我们点击加载，把梯子当中所有的线路都加载进来。那我们这边需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平常在使用这些 ins 账号的时候，所登录的 IP 都是香港 IP。那我们进行发帖或者私信等操作的时候，我们必须也使用香港 IP， 你不能一会儿是香港 IP， 一会儿是美国 IP， 一会儿是新加坡 IP， 那这样跳来跳去的话，很容易被 ins 进行封控。那我们挑几个香港的 IP，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IP，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账号比较少，那我们就选这几个 IP。比如说，我们就使用这3个，然后设置每个 IP 执行多少个动作之后，进行切换。比如说，每发2个帖子后，让软件自动切换一个 IP。发普通帖子的时候，是不需要那么频繁，你完全可以设置20个，就是发20个帖子，换一个 IP。那我今天为了给大家演示切换 IP 的效果，为了加快速度，我给它设置为2个动作就切换。平常实际的使用场景，不需要切换这么频繁。这里表示切换完之后，再等待多少秒。我们一般设置10秒就可以了。全部设置完之后，点击保存。那 IP 的这个模块，我们讲解完毕。我们接下来讲创建并自动发帖的这个任务。那我们点击添加到任务。这里显示创建任务成功，任务 ID 是83。我们定位到任务管理这边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任务。我们右键菜单，开始任务。软件开始帮我们自动在发帖了，我们耐心等待就行了。我们先把任务停止掉，软件已经发完2个账号了，每个账号发2个帖子。看下日志，我们刚才设置发2个帖子之后，它自动切换 IP， 可以看到这些要求，软件都已经做到了。发2个帖子后，它就自动切换 IP。那我们看一下刚才发的这2个 ins 账号，我们打开看一下。这2个帖子是我们刚刚发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我们设置当中的预期？可以看到是一样的，这个是文本文件中的内容。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软件从第1个帖子开始发布，我们找一下，就是这个，对吧？是一样的。接下来检查下话题标签。好，选3个中的一个。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吧？它选择第3组话题标签，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帖子，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非常符合我们的预期，对吧？然后看下第二个账号，我们看一下发了这2个帖子，它也是随机选一组话题标签，这样子的帖子内容设置就非常的灵活。如果我们这边有几百个号，那这种帖子群发的方法就非常方便了。特别是梯子 IP 不是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如果说在一个 IP 线路当中，帖子发布失败，它会自动切换到另外一个 IP， 然后继续尝试发布，一个帖子都漏不掉。所以说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那我们有些兄弟会担心，这个共用一个帖子目录会不会导致同一个 ins 账号重复发布一些帖子素材？这个也不用担心，只要你的帖子素材足够的多，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就是删除上一次发帖记录的这个功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打开配置目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自动发帖任务当前的进度都保持在这个文件中，现在发到第4个帖子里，账号发到第2个了，对不对？第4个已经发完了，那接下来它会发第5个帖子。那我们在每一次开始任务的时候，我们点击这个删除按钮，我们再打开刚才的配置文件看看，这里头刚才是4，现在变成24了。删除上次发帖记录的作用是随机给你一个开始的帖子素材，同时把最后发帖的 ins 账号记录设置为空。这样操作后，我们再次开始任务发布帖子，每个账号出现相同帖子的概率就会非常小。如果原账号位置设置留空，它默认就从第一个 ins 原账号开始。有时候因为网络的原因，或是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任务被终止了，软件会自动保存任务进度。下一次我们开始任务的时候，它会从上一次进度中继续。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发帖任务被停止的时候，第2个 ins 账号发完，第4个帖子也发布完毕。我们如果继续任务的话，这个 ins 账号会从第3个开始，那帖子会从第5个开始，这样子非常灵活的去控制我们的多个账号的自动发帖，可以说是非常方便。这种群发帖子的方法也很适合用来养号。那今天的多号批量自动发帖的内容就讲到这里，关注主播，带你了解更多外贸黑科技。